躺平到底惹了谁？百度贴吧的一个帖子让躺平成了这周以来最热门的关键词，不出意外也将会成为今年最热门的关键词。一个词之所以成为热门，根本原因是因为它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比如安利这个词，安利原本是一家美国公司，安利公司主要利用多层次的直销来销售健康美容。安利因为它直销方式的特点，给人的感觉是热情，不达目的不罢休，后来又被调侃引申为热情推荐的意思。比如我看到一个好东西，就兴奋地安利给自己的亲朋好友。躺平的流行也是因为大家从这个词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共鸣。我始终警惕着网络上各种过度解读，有的人甚至把躺平这个词上升到了国家政府与未来的阴谋论中。作为一个原教旨主义者，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解读一下来自百度贴吧的躺平即是正义的原文。在开始之前，欢迎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，点开小铃铛，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原文的前两句。2年多没有工作了，都在玩，没觉得哪里不对。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相互对比后寻找定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，他们会无时无刻在你身边出现。这两句主要讲了工作和压力这两个关键词。作者本人说，2年没工作了，都在玩，没觉得哪里不对。我想很多人刚看到这句话就炸了。心态爆炸的第一种人是长辈们，在传统的观念里，老老实实上班工作才是正经人，不工作的人就是街头的小混混。第二种人就是正在996上班的人。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上班，累得头发都掉光了，来维持这个社会的运转，而你却每天都在玩，你根本就是社会的寄生虫。而这两种人也是原文后半句中压力的来源。人活在这个社会里，很难不在意周围人的看法。即使你可以把别人的指摘当作空气，但是家人、长辈却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忽视的存在。来自身边人的这些压力，恰恰说明了一个现象：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上一代人和这一代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思想观念的差异，即使是同一代人，也会因为自身环境的不同，思想也会有千差万别的存在。这些差异在国内目前的主流社会中是不被承认的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每个社会中都会有少数派的存在。衡量社会的文明程度，不是看这个社会是不是高度统一、步伐一致，而是看这个社会的思想是否是百家争鸣，允许不同，接纳异类，才是一个社会高度文明的象征。而这个理想显然和国内目前的环境还有很远的距离。我们再从个人来讲，工作是否一定是人生的主旋律呢？如果你觉得是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找到了自己人生方向。如果你觉得不是，那么是否也就证明了一个事实：人生的答案，人生的意义不止一个。如果你在工作，你贡献了税收，让这个社会机器能够正常的运转；而如果你不工作，你可能会去玩音乐、玩美术、玩艺术，那么你也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，让工作了一天的人看到这些不同色彩能够放松下来。甚至你只是每天在朋友圈发一张旅途中的照片，也会让他人暂时忘记烦恼，开始渴望远方。你选择工作，你会有身体劳累的压力，而你选择玩，你会有社会主流观念的压力。这两种选择没有对错，只有自己愿意与否。显然，躺平原文的作者遵循了自己内心的抉择。我们再看下一句，你每次看见新闻热搜，也都是明星恋爱、怀孕之类的生育周边，就像某些看不见的生物在制造一种思维强压给你，人大可不必如此。这一句作者显然是在发牢骚。整个世界的媒体已经从精英化过渡到了平民化。在纸媒时代，或者说是在电视时代，媒体的控制权和话语权都掌握在社会的精英层手中。
这些精英层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他们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或者是言论往往自带知识属性、文化属性。国外从 Facebook 开始，国内从微信、微博开始，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力从传统媒体转移到了自媒体。朋友的一张照片、一个评论，或者是明星八卦，这些日常的琐碎的事情越来越占据我们的注意力。但是朋友圈总有刷到底的一天，社交媒体刷完了，我们可能还有点时间翻翻报纸，吸取一些精英媒体们的知识。然而抖音等短视频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局面。我们的人性的原始欲望被一个个用算法计算出来的短视频牢牢抓住。这些短视频往往都在1分钟内通过一个吸引眼球的表演或者是一个爆炸性的观点来抓住你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短视频你是刷不到最后一页的。作为短暂的消遣，这些1分钟的短视频还是很有用的。但是这个系统又设计的极其让人容易成瘾，大多数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，只能任由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其中。娱乐变成了生活的常态，多了肤浅的满足，少了深刻的见解。也有人说能从短视频中学到很多东西。如果说能在1分钟的视频里学到什么知识或者深刻的道理，我是不信的。这些浮躁的社交媒体根源可以追究于人性的脆弱，但人性本身就是经不起拷问的。人性需要一些东西引导，有了引导，人们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作者很聪明，知道这些都源自于一个看不见的生物在制作一种思维强加给我们。这个看不见的生物可以是社交媒体，也可以是一堵堵墙。比如在乔治·奥威尔的小说《1984》里面，人们生活在围墙内，世界都是老大哥安排好的整齐划一的声音，任何意见都会被消失。在这个围墙内，能被允许的声音是简单的欲望、争吵、理性思辨的声音越来越少。所以给人的错觉是，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眼前看到的世界，整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都在新闻和热搜上了。而新闻和热搜一直以来都在宣扬，我们是一个强大的整体，任何外界都是不安全的，任何意见都是非法的。声音可以消失，思想却是无法被消灭的。即使自由思考变成了一种犯罪，我肯定的是，还会有人前赴后继的自愿戴上这个镣铐。接下来原文作者写道，我可以像迪欧根尼只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，也可以像赫拉克里特坐在山洞里思考罗格斯。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，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。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，只有躺平，人才是万物的尺度。这段话的前半句，作者提到2位古希腊的哲学家，这2位哲学家都是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，却拥有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。作者认为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没有真正做到尊重人的主体性，所以自己要从自己开始反抗，要采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，像那2位哲学家一样，把物质生活需求降到最低，也就是不论大世界怎么变化，我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。这段应该是引起最多共鸣的话了。一方面，因为国内收入和物价不成正比，社会中下阶层的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买不起房，生不起孩子，看不起病，这样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人都有脆弱的一面，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在深夜叹息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？我多想过简简单单的日子。当大家看到躺平这个词的时候，瞬间感觉被击中了。对的，我想要的就是躺平这种简单生活的感觉。躺平另一个引起共鸣的原因是，很多人对生活会更好这件事情产生了怀疑，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的固化越来越严重。比如一个农村的大学生希望通过寒窗苦读来毕业后找到一个好工作，
工作几年在城市买上一套房子，然后结婚生子，从而完成社会阶层的提升。社会阶层的固化让这一切都变得不太可能发生。比如大学生来说，我努力读书有用吗？我努力工作有用吗？没用，因为我买不起房。社会阶层固化是全世界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，尤其是疫情以来，贫富悬殊更是越来越大。由于各国央行大量放水，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，上层社会的富裕人由于手中已经握有大量的像股票、房子之类的抗通胀的资产，财富不减反增，而中下层手中只有现金或者不能变现的住房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富被通胀蚕食。富人越来越富，中下层越来越穷，这更让奋斗这个词变得更加的嘲讽。奋斗只能让我越来越累，不能让我越来越好，那么为什么不干脆躺平呢？在现实生活中，其实我要躺平的想法，大多数人都只是暂时的。就像我们喝醉了大骂，老子明天再也不去上班了，再也不去受这个窝囊气了。事实却是，睡觉前依旧设定好闹钟，第二天依旧准时打卡上班。任何人都需要发泄自己的压力，而躺平就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发泄压力的渠道。大家顶多就是抱怨一下，然后就该干嘛干嘛。躺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调侃，就相当于是一种社会压力的润滑油，让大家找到共鸣，发泄压力，然后才有能量继续承受生活。而如果连这种调侃式的发泄也不被允许，甚至上纲上线，成为批判的对象时，整个社会的压力就不会得到释放。社会就像一根越来越绷紧的弦，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。那么大家对躺平有什么看法呢？你准备躺平吗？还是已经躺平了呢？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，分享自己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有意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